欢迎收看本期视频，我是大手哥。当你看到中国手机均价超过多少之类的话题冲上热搜的时候，就应该意识到指定是这位开个发布会都愣是能让你莫名其妙充满使命感的家伙又要出关做功德了。Redmi K70 Pro 究竟是10年大成的真撬棍、钉子户终结者，还是新瓶装旧酒、铁桶也寂寞？咱们快速过一过。需要说明的是，视频中固件依旧有点工程，很多东西还没有推送进来，不比正式版那么周全。另外，同级别选手今年集体迟到，也没啥参考，所以全当图一乐。K70 Pro 上手，也许是被塑料机身蹂躏了太久，能再次从 K 系列身上感受到这种冰凉棒硬的质地，依然有点恍惚。更不用说还叠加了宛如米14系列灵魂附体般的紧凑与精致。谁言性价比的质感，就注定逃不掉难得糊涂。今天 Redmi 再现演绎，重返正途，只能说此情此景，不禁令我想起东邪西毒。果然再牛逼的刀客，还是穿着鞋的，看着比较舒服。整体身形基本就是14 Pro 尺寸的小米14，尽管金属边框没有14系列那么格外的锃光瓦亮，但精致度层面尤其结合如出一辙的轴刃设置，说到底当真颇具不遑多让之姿。同时得于边缘过渡更像米14，机身不算凸，所以裸机单手握持完全 OK， 没有硌手的感觉。不过要说按键回馈是会弱一点，屏幕黑边视频里也可能看不太出来，实际在手额头与下部的手窄还是比较明显的。无界悬浮玻璃装饰件好看是好看，只是台式机虽然获得了辨识度，但横向做的属实有点大，尤其对于这种多少有些强调性能的机型，其实没有太多实际意义，毕竟正好压在主要发热区域，很难排除对散热造成侧轴的可能。当然往好了想，你要非说我就喜欢拿主摄自拍当个自拍镜来用，倒也不是不可以。另外尽管很宽，可好歹位置比较靠上，横屏不论放在哪边干扰都不算大，就是类似苹果镜头的烟囱设定会导致这面镜子有些难清理，对强迫症而言估计需要适应一下。玻璃背板颗粒度适中，不会因为过细而导致打油出汗时就变得滑腻，几乎不会留下指印，也保证了适当的摩擦阻尼。最有意思的肯定是本次的纹理，你以为它只是平面印花，但实际看起来还挺3D 立体，光影变换之下流动起伏，又带着点珠光。与其说是玄武岩，个人倒觉得观感更像是夜幕下的大海，静谧而深沉，影影绰绰的充满了神秘气息。静夜沉沉海色幽，星斑隐没梦千愁，波光微涌潮成迥，云影渐移月满洲。大妖母就是这么个画面，没法更具象了。所以你喜欢本次的设计吗？满分5分，你愿意给它打多少分呢？欢迎弹幕留言参与互动。指纹识别位置偏下，几乎只有适中距离的一半，希望早日能往上窜一窜。震动方面0809马达没换，但就体验而言，调教倾向有所不同。比如和平精英为例的游戏震感稍有增幅，参考 K60 至尊版的0809X， 两者是不一样的风格。K70 Pro 这边空气感明显更多。接口传输没啥悬念，维持原有水准。U 盘可以，但带不了 SSD 硬盘。实则独立大文件传输，平均40兆每秒左右。外放依然是1012加1216的组合，个人是觉得听起来没有显著变化，立体声效果略偏底部扬声器。只要你的耳机声场定位不存在离奇的偏移，应该很容易判断。参考米14 Pro， 简单感受下区别。影像方面，主摄升级光影猎人800，终于干掉了可有可无的200万像素微距，加入采用光影猎人400的等效50毫米人像。此外，超广角升级为1200万像素，头波光影猎人悉数登场。没想到后两款全是留给 Redmi 的，参考 K60 至尊版外带小米14，我们简单看几张渣。光线较好条下 ，K70 Pro 的光影猎人800与小米14的光影猎人900不愧一脉相承。前者除了略微比后者的徕卡鲜艳模式更暖，以及画面有点泛红偏品之外，两者总体效果可以说是极其相似，甚至颇有些难以区分。参考 K60 至尊版的 M4800，明显改善点有3，一个是成像效果稳定，白平衡不再摇摆，然后是没有了之前那种过亮锐化，观感同小米14一样的自然，最后不会再出现亮部过曝而丢失细节的情况。两位变焦没悬念，毕竟除了 K70 Pro， 另两位都是裁切，对比 K60 至尊版毫无疑问是整体更好。而参考小米14，原生分辨率加持下，解析也小胜一筹，就是同主摄一样稍稍泛红，这点在超广角当中亦会出现。其他方面，三位老铁中心画质的观感区别不算很明显，边缘则小米14最好。K70 Pro 与 K60 Ultra 严格讲是一样的，只是后者锐化比较
多，而非真的保留了更多信息。夜间日光，粗看之下战况略显焦灼，难以抉择，甚至好像浓艳的 K60 Ultra 瞅着反倒最讨喜。不过随着样张增多，你就会发现一切都只是错觉，还是光影猎人们更加稳定靠谱，多一份影感，少一些失真。如果一定要排个1、2、3，那么掐入这张亮度分布图，场上3位 K70 Pro 在中间。不过该说不说，这哥们儿可有一点，个人认为可能更好，就是亮度的感觉，既不是像小米14那样仿佛有点暗，也绝非 K60 Ultra 的亮度轰炸。要我说，其实就挺正好的。值得一提的是怼光源的炫光处理，本次 K70 Pro 可以说是看齐了米14，没有再搞的仿佛极光一样，是吧？晚上的超广角整体具备了与米14相似的可用性。屏幕部分 6.67 英寸华星光电 C8 依然 2K 分辨率，最高120赫兹高刷，480赫兹采样，支持2160赫兹瞬时，另外多了个传说中的3840赫兹调光，肉眼观感没啥显著问题，足够的清晰细腻，也未见明确彩虹纹，只是严格讲整体的通透程度没有比如小米14 Pro 那么高，会稍弱一点。调光频闪20尼特的时候是1920赫兹，当然这并不是它的极限，而是贫穷如我的局限，哥们应该可能得10尼特以下才会触发3840赫兹，但咱的设备不支持，好在高到那个程度已经是纯属免检，也没啥测的必要。至于20尼特这个点护眼程度和此前的 K 系列是相似的，没有问题。默认模式的蓝光表现不俗，战平米14，比之前有显著提升。暗光灰阶变化不大，实际观感个人觉着在可接受范畴。亮度方面，默认情况下手动平均最大亮度511.1尼特，激发1030，打开阳光模式手动平均涨200，来到727.7尼特。总体而言紧随小米14系列，不过均亮情况表现还挺屌，超出预期。HDR 窗口激发最高2845，恰好介于小米14系列与 iQOO 12系列之间。当然还是那句话，如果你把窗口缩到非常小，应该就可以拿到那个4000尼特。但我强烈的极其不建议你这么做，那种东西听听就好，因为没有人能把握得了。色彩方面简单解说，按照广义标准，那么平均色彩便利大概是2左右，如果用小米的7500K 则可达到1以内，区别是前者通用你嫌黄，后者唯独小米在用冷汪汪。当然这种东西没有对错，你觉得舒服就是最高准则，只是倘若哪天心血来潮，突然想要内容的原始风貌了，针对本款而言，选高级模式相对最接近。触控2方面，首先失手确实获得极大提升，以往但凡洒点水，相信我，你绝对想象不到它自己最终会蹦到哪儿。而本次尽管不能像宛如没沾水一样自然，但起码正常使用问题不大，洗澡中途也能回复加班信息，是不是很赞？然后以往想拉满触控只需要到游戏加速中拉这2个杆子即可，但现在不行了，还需在侧滑菜单内开启触控增强，方能拿到480赫兹采样，否则将始终240，稍微有点绕。不过该说不说，当你把开关开全之后，实测跟手度一如此刻画面中的模样，理论上是会比之前更强。跑分这里就不展开了，反正也没啥营养，有兴趣可以暂停研究，没兴趣跳过。3D Mark Wildlife 高水平烤鸡，此处同小米14 Pro 情况有些相似。骁龙8 Gen 3驾驶下，总体而言约等于当初使用骁龙8 Gen 2领先版的 HomePod 8S Pro Plus 在关闭内置风扇状态下的表现。如果参考 K60 Pro 历史数据，那么平均功耗跌了1瓦左右，平均帧率上涨 18.2%， 同时周身5面最热点平均温度下降 1.6摄氏度。重点，以上是在 GPU 高了 9.2 摄氏度的基础上做到的。虽然不能粗暴的简单理解为本次的散热系统神乎其神的愣是能吞下10摄氏度热量，但起码可以说这货对发热的承载能力绝对要比之前强。众所周知，被动散热常见就2条路，要么热量逼近承载之时降频降帧降功率，要么快速导出来接受机身更热的现实。然而猜测因为金属机身的缘故，看起来这哥们不得不选了最终很可能陷入费力不讨好的第3种，就是既要性能输出也要保机身温度，强储热缓释放，最大限度缩小实际感受层面相较于塑料金属带来的不可避免的体感温度对冲。什么意思呢？即使同温，金属天生摸起来就比塑料热，别说下降 1.6 摄氏度了， K70 Pro 但凡热一点，原地就会被贴上发热严重的标签，而其他则没人看得见，这是比较吃亏之处。一如包含光追的 SolarBase 中的局面，你大概率只会记得米14系列怼到了 29.8 帧，而忽略哥俩最多也坚持不了15分钟，更别说 K70 Pro 即使这把难得找到平衡点并走完了全程，同时它的效能其实与14 Pro 持平，以及假如同调同输出，理论上大概率依然能坚持更长的时间。尽管大冬天的发布背夹属实有点奇葩，但游戏之前还是得简单看一下，以免后面出现的时候你不知道说的是啥。小米冰封散热背夹可能名字就不难看出师承何处，所以橡胶主流很活，同样的三明治结构，同样的4棱八甲，甚至大小都差不多的总体趋同式设计就非常好理解了，不足为奇。只是该说不说，颜值还可以，低调简洁，刚猛硬朗，搞得颇有几分好像一滴稀，起码扔到风扇堆里不会令你觉得格外低龄孩子气。官方数据夹持范围67到88毫米，实测重量比黑鲨重4克，但轻于 iQOO 散热背夹2 Pro， 整体在手体感尚可，不致导致过高的握持压力。
机身顶部自带物联键，长按3秒开关机，单机切换制冷模式，提供智能、极寒与静音3个档位选择，双击则为切换灯光，同时灯光支持关闭。此外也有蓝牙连接，能够在手机端直接进行以上设置以及查看温度数据等等。只是这部分功能需等待系统 OTA， 目前还没有加进来。风道方面眼熟吧，几乎可以说是与此前的黑鲨如出一辙。优点不干扰握持，不会反向加热手机，同时主板区域升温也不算快。缺点极寒模式的噪音会比冰龙4 Pro 略大一点。散热方面，官方数据供电大于等于 PD 45瓦时，整扇峰值功率将有可能达到36瓦，25摄氏度室温，10分钟空载，最高档位实测，包含 RGB 的整扇平均功率为 21.74瓦，最大33瓦。结合冷面最冷点温度分析，严格讲这哥们儿并非想象中的暴力型选手。30瓦以上功率大致只会维持45秒左右，此时冷面将达到0摄氏度，25秒后转入最低16瓦到最高31.5瓦的震荡调整，温度回弹，最终会保持在2.5到3.5摄氏度之间。游戏首先需要说明是，目前这版固件看起来调教并不完全，一方面整体性能释放概率性偏高，另一方面系统中与游戏加速内的性能模式同开的话，会随机触发狂暴的 bug， 导致发热上升。如果你已经到手，那么就等等系统更新吧。半小时120帧最高画质王者，帧率没啥可说的，满帧就完了。1%楼也要高于此前自家2位小哥哥。功耗虽然比8.20怒超5瓦的疯狂举动要正常太多，但若放到8.3里，还是多了大概0.2瓦左右。可能受此影响，周震温度也就并没有脱离8.2平均范畴，毕竟现在都流行低于37嘛，所以算是偏高一丢。不过内部温度倒是比之前低了约2到3摄氏度。60帧最高画质原神，坦率讲，总体而言，正常情况下几乎是约等于小米14 Pro， 甚为相似。假如相比 K60 Pro 历史数据，那么帧率更高更流畅的基础上，平均功耗下降 10%， 约 0.65瓦，周深最热点平均温度下降 1.64摄氏度，而 CPU 则暴降 11.8摄氏度， GPU 下降 4.6摄氏度，电池下降 6.1摄氏度。一如考绩结果，大头果然出现在了内部。至此抛出机身体感温度对冲问题的话，其实本次散热的核心目的看起来应该是确保表面温度数值不会大幅上涨的同时，让你以更加流畅的帧率能够玩更长的时间，而不是真主动散热般的能令内外温度一起明显下降。毕竟说到底，热量不会凭空消失。基于此，个人是觉得红米这个搞宣传的水平真的是你懂的。本场景下叠加背夹的话，开启极寒模式，周深可直降 12.1%， 约 5.14摄氏度， CPU GPU 同降 6.4， 电池下降 8.7摄氏度。简单理解，整体原地压回刚才的王者荣耀温度范畴，效果比想中要好些。估计也正因此，除了 2K 30帧，本次蓝牙连接背夹的话，将进一步触发 2K 60帧的终极画质，平均功耗直接怼爆10瓦，砍下 57.4帧。当然嚣张到这个程度，即使背夹加深，温度也是比较热的，算是加强版的隐藏拍照模式吧。来到先驱解造，不得不说性能释放在本代机当中属于是有点猛的，半小时下来平均功耗给了将近 6.3瓦，大部分压到了 GPU 上，自然也就导致整体会更热一些，周深偏高1到2摄氏度左右， GPU 高了大致5摄氏度。那如果就是要玩星铁咋办？可以考虑一下这个背夹，加上周深就变38了，直降 4.84摄氏度，还是挺有性价比的。续航方面，毕竟5000毫时电池没变，就个人感受而言，我觉得区别不会很明显，好像差不太多。充电120瓦快充，1%电量起充，5分钟充至 28%，10分钟 57%， 充至100%耗时19分钟，完全充饱则需24分钟，全程平均功率为 60.3瓦。好了，没有了，不知道朋友们觉得本次的 K70 Pro 是否达到你的预期呢？出色的性能、全面的配置、外带大幅提升的质感加持下，性价比这块还是轻松拿捏的吧。虽然由于本段位其他机器咱还没看着，没办法告诉你 K70 Pro 的具体位置，但可以确定是，当你预算恰好在这个前后，着实难以抉择。这哥们肯定是绕不开又高低得瞧一瞧的存在。当然今天因为固件原因，很多东西尽管没少折腾，也仍是并未完全摸透，这部分就等后续更新推送后我们再来进一步探究验证。期待澎湃 OS 与狂暴引擎 3.0 双管之下完整版的 AI 赋能表现。 OK， 以上就是本期视频全部内容，订阅点赞评论转发，感谢收看，我是大手哥，我们下期见。